我与姐姐是开天辟地第一株并臂莲，生于混沌初开之时，身负上古神族的创世血脉。上一世，天帝与魔帝暗中勾结，以神族擅改天道为名，联合各方势力大举入侵神境。神父燃尽毕生修为，将清傲纯良的姐姐送往天宫蛰伏，盼她借天地之力复兴神族。随后又将我抛入魔域万魔窟，只求能活下去。我在魔域挣扎100年，修成能引动人心欲念的幻心术，可窥探人心，制造幻境。可我终究还是没能躲过，暗中算计。姐姐在天宫遭人毒杀，魂飞魄散，我也在魔域内乱中被魔将重创连心。临死前，只看到神族圣地的碎片在战火中化为飞灰。预言，若甫，我回到了浩劫发生的这一天。我只能送1人去天宫，1人去魔域，你们快选！我去天宫，姐姐去魔域。天宫步步杀机，你性子烈，怎么斗得过那些活了数万年的老狐狸？正因为我烈，才不会任人宰割。姐姐还记得10万年前你救过的那只落难比翼鸟吗？它如今已是比翼鸟族长，能号令100万飞禽。你去魔域，只需催动这道印记，它定会寻来。记住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等我消息。天帝在位10万年，只有灵姬1个女儿，对吗？是。传闻他当年修炼噬魔功时出了岔子，嫡子意外陨落，从此子嗣断绝。好，这一世我要复兴神族，让2个背叛者血债血偿。预言，切记不可意气用事。天地生性多疑，你在天宫一定要步步为营。莲心玉能感应彼此生死，若它碎裂，便是神族彻底覆灭之时。这是神族的护心印，危急时刻能保你们一命。这道神印是神族最后的庇护。去吧，神族的未来就交给你们了。这是创世神留下的最后信物，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并碧莲的秘密藏在莲心玉里，记住，白莲主生，黑莲主杀，黑白相生，3界归一。话音刚落，它化作一道漫天金光，将我们分别推向天宫与魔域的方向。我回头望去，神境的神山缓缓崩塌，2行清泪划过脸颊。指尖的莲心玉突然微微发烫，映出一道模糊的黑色莲纹，与姐姐掌心的白色莲纹遥遥呼应。我化名玉颜，以百花仙子远亲的身份混入天宫，刚入御花园就撞见天帝带着众妃赏花。我故意脱离队伍，追逐一只七彩灵蝶，佯装失足跌向殿地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那只灵蝶身上有我家乡的气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乡在哪里？我叫玉颜，家乡在极北之地，那里早已被大雪掩埋。我说话时，悄悄催动幻心术，让看到我孤苦无依、纯真浪漫的幻想。果然，他对我这个与动与不同的小仙娥产生了兴趣。几日后，一道圣旨下来，我被封为玉妃，住进了瑶光殿。入宫第1日，后宫3位最得宠的天妃就联手给我来了个下马威。他们借口我不懂规矩，罚我在烈日下抄录天规100遍。我微微一笑，也不反抗，拿起就抄。抄到一半，我突然捂住心口，周身灵力一阵紊乱，淡金色的光环在体表忽明忽暗，缓缓倒在地上。玉妃娘娘！3位天妃脸色一变，刚要发作，天帝恰好路过。陛下，臣妾没事，是臣妾自己笨，抄得慢了，惹3位姐姐生气了。我暗中催动幻心术，让天帝看到3位天妃私下议论他年事已高。
觊觎后位的画面。早是我们放肆！把你们禁足3月，抄录经文1000遍。经此一事，后宫无人再敢小看我。我趁机在瑶光殿安插自己的人，暗中搜集当年神族覆灭的证据。我从不主动争宠，天帝来时，我便与他谈天论地，研讨兵法；他不来时，我便潜心修炼莲心玉，唤醒体内的黑莲之力。三妃禁足期间，我注意到天后身边的贴身侍女紫月，时常被天后苛责，心中积怨已久。我借着赏花的名义，在御花园拦住了她。紫月姐姐，好久不见，这只簪子是我家乡的特产，不值什么钱，姐姐别嫌弃。玉妃娘娘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我也不绕弯子，直接催动心术，让他看到换心术，让他天后日后会为了灭狂将贬入蛮荒的画面。天后什么样人你是知道的，只要你肯帮我，我保你日后平安，还能让你脱离他，做个自由仙。我愿意帮娘娘。自此，我在天后身边安插了一枚最重要的棋子，天后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在紫月的接引下，我借着夜色潜入天后的紫宸殿，我催动换心术，让守殿侍卫陷入沉鬼睡。顺着墙壁上的暗纹找到了天后的密室。天后竟私藏这么多魔族信物，她果然与魔族早有勾结。原来神族覆灭从来不是天灾，是天帝与魔帝联手的一场屠杀。我将密信全部拓印玉凭空浮现，玉身浮起柔和拓印在莲心玉上，又在密室中布下一道隐蔽的莲纹印记，日后可所随时勘探天后的动向。离开时，我故意打翻了一盏琉璃灯，制造出有人闯入的假象。天后回宫后大怒，只能将守殿侍卫全部调离紫宸殿。一日，天帝在瑶光殿与我对弈至深夜。第二日清晨，我睡得沉，不小心压住了他的龙袍衣袖。他见我眉眼安稳，竟取来金剪剪断衣袖，悄无声息地离去。清晨天帝断袖离去之事，侍女惊鸿将此事告诉我时，我指尖磨摸着那片断裂的龙纹锦缎，心中毫无波澜，只赏了他一些珍宝。我始终记得自己的使命，从未沉沦其中。剪袖之事很快传遍六宫，旁人都将我视作陛下心尖上的人，自此再也无人敢轻易前来招惹。一日，天帝带来一幅上古神族的山河设计图，可惜神族覆灭，此图再也无人能解，里面藏着的神族12神器也永远见不到天日了。我心中一动，故作好奇地接过图。指尖的莲心玉与图面接触的瞬间，金光四射，图中显现出神族圣地的地图和每一件神器的地点和解封之法。你竟能解此图？臣妾幼时曾在一本古籍上见过类似的纹路，实则这是创世血脉的本能。自此，天帝对我更加看重，时常与我商议朝堂大事，甚至将天界的半数兵符交给我保管。转眼到了天界1年1度的莲灯节，这是纪念创世神的节日。天帝每年都会独自前往瑶池放莲灯，不许任何人陪同。我提前用莲心玉炼制了一盏并壁莲灯，灯芯藏着一缕我的神识，打算借此探查天帝心底隐藏的秘密。当夜，我悄悄来到瑶池边，果然看到天帝正对着一盏孤灯出神。他手中的莲灯上竟刻着一朵与我眉心一模一样的莲花。陛下也喜欢莲花。天帝猛地回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。不过是点悟私人罢了。当年创世神座下，最盛的便是莲。
我将并臂莲灯放入水中，莲灯缓缓飘向天地的孤灯，两盏灯的光芒交织在一起。创世神若在天有灵，定不愿看到三界生灵涂炭。天帝看着水中的莲灯，沉默了许久。你很像一个人。像谁？像当年的神族圣女。夜深了，你也回去吧。我催动藏在灯心的神识，静听他低声自语：若甫、预言，原来真的是你们。知晓天帝早已认出我与姐姐的身份，我没有半分慌乱，借着神识四散探查的机会，默默记牢瑶池周边布防，天界各处关卡兵力部署。莲灯节落幕之后，岁月悄然流转数月，我手握半束兵符。主上，紫宸殿密报，又有紫月持续送来紫宸殿的消息，6宫之内无人能与我抗衡。天后自知我手握他勾结魔族的拓印密信，又嫉妒我独得天地恩宠，便暗中筹谋除去我。他知晓女儿灵姬心性单纯，善妒蛮横，便暗中传信，哄骗灵姬出手加害。我早已察觉，却没有主动发难，静静曾对方自报马脚。天帝独女灵姬自幼娇生惯养，他见我日日独占天帝宠爱，心中极恨。你这妖妃竟敢迷惑父皇，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除了你这祸害。这天灵姬带着嬷嬷闯入瑶光殿，手中端着一碗黑漆漆的汤药。我喝了它，我父皇只能有我一个孩子。你要是敢生弟弟妹妹，分走父皇的疼爱，我就再也不理父皇了。我垂眸看向那碗汤药，鼻尖闻到一缕熟悉的绝魂草气息，心头骤冷。前世姐姐就是被这毒物损毁仙根，最终病逝于深宫。我没有立刻反抗，接过汤药。公主，这药味道刺鼻，太过苦涩，我能不能取一点蜜糖中和？哼！我假装手滑，汤药尽数泼洒在地。汤药落地瞬间泛起淡淡白烟，坚硬的汉白玉地砖被腐蚀发黑，剧毒一目了然。灵姬见状勃然大怒，扬手就要扇打我的脸颊。我侧身轻轻避开，他重心不稳，踉跄着险些摔倒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违抗本公主？我静静立在原地，神色冷淡地注视着他。今日这场冲突，注定会让天后与他背后的魔族势力付出惨痛代价。就在这时，天帝恰好踏入殿门，灵姬立刻收敛凶态，哭着扑进他怀颠倒黑白。父皇，玉妃她故意打翻汤药，还伸手推我。我跪在地上，满是隐忍委屈。臣妾没有半分加害公主的心思。这碗汤药内含剧毒，若是饮下，不仅无法拥有子嗣，一身仙根都会尽数损毁。方才公主逼我强行做下错事，臣妾万般无奈，才失手打翻药碗。我话留3分，只点出毒药凶险，不再多言，任由天帝自行判断。天帝脸色铁青，当即传太医当堂查验汤药。太医一番诊验后，跪地回禀：扑腾！汤药中绝魂草剂量极重，长期服用会废掉仙骨，断绝仙意。是谁给你的药？灵姬吓得浑身发抖，汪浪之下脱口而出：是母后给我的。陛下，奴婢可以作证，汤药确为天后亲手熬制，还命奴婢盯着玉妃喝下，奴婢不敢隐瞒，只求陛下明察。紫月说着，取出天后赠予她的专属令牌作为凭证。天帝看清令牌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一掌将深情玉案拍得粉碎。我上前将此前从天后密室拓印的密信呈上。陛下，臣妾偶然寻得这些书信，事关三界安危，
天后早已与魔具暗中勾结，意图联手颠覆天境。天帝看完密信，震怒下旨，将天后打入天牢囚禁，灵姬禁足灵姬殿。而我因揭发有功，被晋封为皇贵妃，手握后宫之权。风波平息数日后，我心中清楚，灵姬只是被天后利用的棋子，并非真正的主谋。我独自前往灵姬殿。公主，你母亲从头到尾都只是把你当成夺权棋子，你若仍旧执迷不悟，迟早会落得和她一样被困囚牢的下场。我不信，母后不会骗我的。我轻轻摇头，取出1瓶恩和的疗伤山药，放在宫门石阶之上，转身离去。我强求他此刻醒悟。今日这番话早已在他心底埋下怀疑的种子，假以时日，定会生根发芽。执掌6宫之后，我行事更加谨慎，一边梳理天界各方势力卷宗，下河暗中寻找能往返天宫与魔域，不易被天帝察觉的信使。百花仙子常年游走3界各处赏花，无派系依附，行事低调中立，是最稳妥的传信人选。我私下赠予他珍稀莲铃花，与他交好，托付他替我传递密信。蛰伏许久，终于等到百花仙子依约前来瑶光殿探望。借着他探望我的机会，我悄悄传递了密信，得知了姐姐的近况。姐姐到魔域后，果然被比翼鸟族长寻到。当年若服于10万年前救祸乱重伤的他，这份救命之恩他始终铭记于心。见到若凡到来，当即将他接入比翼鸟族圣地，奉为上宾。可比翼鸟族内部并不太平，3位长老忌惮若服身上尊贵的神族创世血脉，担忧他威胁自身权位，私下密谋，打算将他献给魔帝，以此换取魔域分封的大片领地。就在长老们暗中筹谋之际，魔帝亲率10万魔兵大举入侵比翼鸟领地，魔歌与黑旗层层叠叠，形成一股会噬一切的黑色狼潮。魔军压境，比翼鸟族领地陷入危机。魔帝修炼的噬魂魔功阴毒无比，能直接吸食修仙者元神，比翼鸟族将士节节败退。族长也在对战中被魔帝重创重伤。危急关头，姐姐挺身而出，催动自身白莲本源，漫天圣洁莲瓣自她袖中纷飞洒落。莲瓣所落之处，魔族士兵体内的噬魂魔尽数被化解，负伤的比翼鸟族人伤势火速愈合。今日我以比翼鸟族长女之名，向3界宣告：魔帝残暴嗜杀，常年涂炭3界生灵，战火之下，无数种族凋零，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记名。如今天帝与魔帝私下勾结，意图独霸3界，将所有上古种族沦为下族。唯有各族放下隔阂，联手结盟，才能保全各族存续。姐姐顺势整合比翼鸟族全部兵力，动身前往花族领地出血结盟。彼时花族正遭遇灭顶之灾，魔帝派遣手下用噬魂魔气污染花族赖以生存的生命圣坛。圣坛中心千年花树日渐枯萎，全族花灵的灵力持续流失，濒临消亡。姐姐抵达花族圣地时，圣坛四周早已缠绕满黑色腐蚀藤蔓，无数花灵困在魔气之中痛苦哀嚎。姐姐直接催动白莲本源，漫天白色莲瓣尽数落入圣坛，净化浊气，黑色藤蔓寸寸枯萎消散，受困的花灵重获生机。可圣坛深处沉积的魔气过于浓郁，姐姐持续催动本源，可灵力消耗巨大，周身光芒渐渐稀薄。若夫仙子，
比翼鸟族长想要帮忙，却被魔气直接弹开。姐姐咬紧牙关，将体内莲心玉蕴藏的全部力量尽数注入圣坛核心。片刻过后，圣中央枯纹初尾千年花树重新绽放繁花，花瓣结晶净化露珠。多谢若夫仙子，救全族于危难。我花族愿永世追随神族，合力抵挡魔族。此事传遍魔月周边各族，兽族、水族、木族、雨族主动派人前来联络，愿意结成同盟。至此只差狐族、凤族两大部族兵力了。狐族生性多疑谨慎，且早年与神族留有旧怨，始终不肯加入。姐姐亲自孤身前往狐族领地，面见狐帝，商谈结盟事宜。昔日神族高高在上，何等孤傲清高！呵呵，如今落得求助我狐族的地步。狐帝陛下，如今天帝与魔帝定下分治三界的阴谋，待他们扫清障碍，下一个便是狐族。唇亡齿寒的道理，陛下心中定然清楚。即便如此，我狐族也绝不会与神族并肩作战。狐帝依旧态度强硬，不肯松口。陛下，我听闻狐族镇族至宝九尾狐珠早年被魔帝强行夺走，供奉在魔域魔宫深处。若我能潜入魔宫，替陛下取回狐珠，陛下可否应允加入同盟？你若真能夺回九尾狐珠，整个狐族大军尽数听你调遣。姐姐当即带着数名狐族顶尖高手潜入魔宫，依靠白莲本源的净化之力，隔绝所有魔阵禁制，悄无声息取回九尾狐珠，交还狐帝。狐帝信守承诺，正式带领狐族归入同盟麾下。上古八族至此全部集结完毕。为获得足以抗衡魔宫的强大力量，姐姐独自动身前往西天梵境，求取佛法助力。梵佛感知他心怀苍生，执念坚定，特意设下3道心魔考验。第一关渡过忘川河，放下前世恩怨；第二关攀登凌云梯，承受万道金光，淬炼神魂；第三关静坐静心台，度化执念不散的万千残魂。姐姐凭借坚韧信性与守护三界的忠心，一一闯过全部考验。凡佛心生赞许，赠予她一滴净水琉璃露，此宝物可净化世间一切邪祟魔气，威力足以抵挡千军万马。并臂连生，黑白同源，待你姐妹2人灵智彻底全开，三界乱象自会平息，重归太平。姐姐怀揣净水琉璃露，返回魔域联军大营。八族首领见到他周身的佛光，八族首领见他得到梵佛认可，对他越发信服敬重，同盟的声势愈发壮大。如今八族人马尽数集结，唯独凤族大军迟迟无法调动，成了联盟最大短板。我在天宫折回多日，早已摸清其中缘由。凤族嫡女鸾凤手握凤族调兵兵符，唯有她的本命灵域能够激活全部凤族大军。可天帝但凤族雄厚战力，早已以和亲为借口，将鸾凤软禁在天宫晨光殿，隔绝凤族内外联络，令其无法脱身。我连忙写好密信，托百花仙子送往魔月，告知若洛，约定待我寻机会救出鸾凤，凤族大军即刻入营，八族合围天宫，推翻天帝魔帝的阴谋。随着腹中胎儿长大，我寻了个借口向天帝提出，听闻晨光殿祥瑞龙气最盛，6余养胎，想搬去关押鸾凤的晨光殿养胎，
借殿内祥瑞龙气护佑腹中孩儿，天地不疑有他，欣然应允。对摸清晨光殿每一处机关暗道，我时常以凡门散心为处，墙壁浮雕的隐秘缝隙，缠着天地陪同四处游览。他带我泛舟银河，赏漫天璀璨星河，带我亲临庞泡园，采摘顶尖仙桃，带我去往月老阁，一同系上刻有彼此名号的姻缘红绳。偶尔望着他眼底流露的真切温柔，我心中会有片刻恍惚。可只要想起神族覆灭的惨烈，前世姐姐惨死的结局，我便瞬间清醒。数次探查之下，我终于在龙床暗阁之内寻到一条隐冒密道，通道直通殿外假山隐蔽处。我默默记下完整路线，暗中派人联络凤族，约定待生产当日，派遣300精锐在假山外借应鸾凤出逃。离预产期越来越近，天帝为我安排10位经验老道的产婆贴身伺候。我暗中催动换心术，探查众人本心，察觉其中2名产婆是天后安插的眼线，计划在我分娩之时暗下和毒手，残害我的孩子。我不动声色，平日里在2名奸细面前表现体虚其弱，让们放下戒备，暗中调配汤药，能提前催生，把控生产时机。我以赏赐为名，将炼制的连纹玉佩分发给宫内所有中心侍女、侍卫。玉佩既能抵御邪术，也可传递紧急信号。除此之外，我在晨光殿四周布下9转连华大阵，一旦遭遇突袭，阵法会自动启动，困住来犯之敌。宫外我暗中联络天界多年不满天地旧部，定下约定，待8族联军起兵围攻天宫，他们即刻打开南天门，接应联军入城。所有计划安排妥当，只等产期到来。谁知预产期前1日，灵姬偷偷溜出灵姬殿闲逛，恰好撞见我与凤族密使在假山后方私下传递消息。你竟然勾结外人背叛父皇！我快步上前捂住他的嘴，将他拉进假山隐蔽山洞，避免消息外泄。放开我！我立刻去禀报父皇！我松开手，催动换心术，将天后与魔帝密谋的画面投射在他眼前。天后许诺推翻天帝后，立灵姬做傀儡君主，实权交由魔帝掌控。大局落定，便会立刻除掉灵姬，永绝后患。不可能，母后绝不会这样对我。他自始至终只把你当成夺权棋子，勾结魔族覆灭神族，如今又打算奴役3界生灵。若你真心为天妾、万千仙众着想，便应当助我。我该怎么做？你只需装作今日什么都未曾看到，待到3界大战开启，你带领灵姬殿侍卫守住宫门，阻拦任何人伤害我的孩子即可。灵姬点头应下，悄悄独自返回宫殿，严守今日所见的秘密。预产期前3日，我喝下提前备好的催生汤药。产房之内，我痛得满头大汗，神智却始终保持清醒。2名奸细产婆对视一眼，轻轻说，悄悄从袖中取出藏好的迷魂药，准备动手加害。就在2人及腰上前的刹那，我捏碎腰间连纹玉佩，发出信号。早已埋伏在殿外的侍卫一拥而入，当场将2名产婆制服。如实交代，是谁派你们前来加害我与孩儿？2名产婆无从抵赖，只能供出是囚禁天牢的天后后暗中传信指使。趁着殿内侍女、产魔全都忙于处奸细，混乱不堪计，我催动换心术，
令殿内众人陷入短暂幻境，无暇顾及我的动向。我趁机起身，顺着提前探明的密道一路前行，顺利寻到被长期软禁的鸾凤。鸾凤殿下，我今日是专程前来救你脱身。鸾凤又惊又喜，跟随我沿密道逃出晨光殿。假设之外，凤精锐早已等候多时，顺利将鸾凤护送离开天宫，回归凤族领地。我原路折返赶回产房，脚步急促，分毫不敢耽搁。刚坐稳，腹中阵痛便汹涌袭来。恭喜娘娘，最终诞下3胞胎，2女1男，3个孩子天生萦绕神族灵光，眉心都生有小巧莲花印记。天帝闻讯匆匆赶来，见到3个血脉特殊的孩子，欣喜若狂，当即大册3界，册封长子为天界太子。15月云之日，正是天帝每年修炼噬魔功反噬，自身仙力跌至最弱的日子。按照约定，8大部族尽数合围天宫。震天哈声响彻9天。天帝察觉时，8部不和温之势已然爆发，他当即派人释放天牢中的天后。夫妻2人联手催动噬魔魔功，顷刻之间天际乌云密布，滔波魔气席卷四野，无数黑色能量锁链自云层延而出，缠绕联军将士，吸食众人仙元。姐姐带着范佛赠予的净水琉璃盏及时赶到，挥洒琉璃净水，大片魔气瞬间消散。可天帝与天后修炼魔功多年，根基深厚，结界流感的书征越来越微弱。激战之中，天帝突然运功拍出一道狂暴能量波，狠狠将我震飞出去。我假意放任你们救出鸾凤，放任8族联军集结，不过是为了将所有反对我的势力一法尽。原来天帝早已安插人潜伏在8族内部，联军计划自始始至终都在他监视之中。预言，你那些小动作从来瞒不过我们。深夜潜入紫宸殿拓印密信，策反紫月，暗中联络8族，我们全都一清二楚。我们不过是顺水推舟，借你的手引出所有潜藏的反叛者。灭世魔阵即将彻底成型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天军午宵，南天门轰然敞开。我联络的天界旧部率10万天兵赶至，10万天兵倒戈相向，挥刀直指天帝麾下。你们竟敢背叛朕！你为一己私欲联手魔族覆灭神族，早已不配执掌天界。联军军士气大振，与倒戈戈天兵汇合一处，向天地军队发起总攻。混战战白热化之际，8族族军中的木族长老骤然倒戈。他暗中凝聚魔气，一掌狠拍向姐姐后背。姐姐毫无防备，被魔功震飞，周身护体灵光紊乱溃散。木长老，你为何背叛同盟？我早在神族覆灭之时归顺陛下，你们这群蠢货！当年神族圣地遭围剿，木长老就是那个泄露神族布防的叛徒。这些年，他一直潜在8族之中，伺机彻底神族后裔。木长力拳催动魔功，无数尖锐黑木木刺铺天盖地射向防援军，联军阵型瞬间大乱。瞧见了吗？这就是与我作对的下场。我心中焦急，立刻催动体内黑莲本源。可木长老魔功早已大成，
屏障很快布满裂痕，濒临刺，濒临破碎，生死一线间。灵姬手持侍卫冲杀横而来。穆长老，你这个三界叛徒，我绝不会让你伤害玉颜娘娘！灵姬修为尚浅，交手片刻便被穆长老重创，重伤倒地。灵姬！穆长老趁机凝聚全部魔气，一掌掌径直朝我心口拍拍来。神父残存的神念忽然在我脑海响起。预言，护心印不只能保命，更能唤醒三界所有潜藏的神族后裔血脉。我不再迟疑，全力催动护心印。金色神光席卷天宫，所有潜藏的神族后裔尽数觉醒，一同叛群出击。不可能！这绝不可能！姐姐趁此间隙稳住灵力，飞身与我并肩而立，双莲之力消汇，一道纯净光光直冲穆长老，彻底消融他体内魔气，将其诛杀。乱局未平，天后抓住空隙凝聚魔功，一掌直拍向我怀中年幼太子。姐姐立刻飞身挡在我身前，二人同时被狂暴能量震退，指尖紧紧相扑，两瓣莲心玉同时爆发出刺眼光芒，一股刑天的幻电创世本源之力自我们两体内彻底爆发。我们褪去人身，化作一黑白两株巨型并臂莲，两株遮天蔽日的巨型并臂莲一同直冲云霄。白莲绽放圣洁雷光，净化世间一切邪悖魔气；黑莲涌动深邃本源，吞噬所有被凶煞魔障。双莲根茎缠绕合一，形成无边莲华结界，完整笼罩整座天宫。这是创世神的本源力量，不可能！双莲合一的刹那，我与姐姐同时觉醒混沌初开时的记忆。我们本是创世神留存的两道本源神识，化身为并定莲，镇守三界界平衡。天地与魔帝的权欲纷争，本就是创世神设下的试炼。唯有心怀苍生、黑白同心之人，方能通过考验执三界，三界治秩序。黑白莲光交织融合，凝聚一柄横贯天际的巨型连剑。二人周身魔气尽数消散，体内全部神元被莲光封印，彻底沦为凡人，失去所有修为。依照三界上古律法，二人被贬下凡间，历经10世轮回磨难，洗清自身罪孽。灵姬因年纪尚幼，全程只是被人利用，未曾参与核心阴谋，被送往蓬莱仙岛静心修行，洗涤涤心中杂念。天帝天后伏诛，天宫残留的魔孽依旧四处作乱。我与姐姐分工平定乱象。姐姐吃净水琉璃盏大沸为净化消魔气，我催动黑莲之力吞噬残存魔煞。八族联军同心合力，很快肃清天宫所有魔念。大战落幕，三界万民欢腾。我的长子身负神族创世血脉与天界帝王血脉，被八大木族长老、天界百官共同推举为新任天帝。三界准备重建时，部分部族长老忌惮我体内破坏力极强的黑莲之力，发难污蔑。此女身怀凶力，黑则是魔转世，待她力量彻底恢复，便会毁灭三界。他们趁我大战过后灵力空虚，尚未恢复，联手布下锁神大阵，暂时封印我的全部神力，然后将我送往荒无人烟、遍布凶兽的蓬莱岛静思悔过。蓬莱岛荒芜贫瘠，
随处可见性情狂暴的上古神兽。我拖着灵力受损的身躯艰难求生。一日外出寻药疗伤时，被一头吞天兽突袭。吞天兽即将再度扑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白衣身影现身，挽起破魔弓，箭矢直指凶兽。一箭射出，硬生生逼退了吞天凶兽。灵姬，他快步上前扶我走入山洞，取出疗伤丹药递来。我听闻你被流放至此，偷偷从蓬莱修行殿跑过来。那些长老太过偏颇，你明明是拯救三界的英雄，却要独自受这份苦楚。灵姬在蓬莱修行多日，早已退过年少娇乱，心性沉稳通透。得知我流放孤岛，他放心不下，毅然前来相伴。我们自此在蓬莱岛相依为命。某日，二人前往海边散心，偶遇神兽之王千年玄龟。他被大战残留的魔气侵蚀，性情狂躁失控。我虽神力被封，体内黑莲本源却未曾消散。我催动微弱黑莲之力，一点点净化玄龟体内淤积的魔气，最后魔气尽散，玄龟重归清明。玄龟恢复神智后，心生感激，自愿认我为主，听从调遣。依靠玄龟引路庇护，我们收服蓬莱岛内所有凶兽，然后在海岛山谷搭建一座莲华居，过上安稳平静的日子。一日，我们深入蓬莱岛腹地，意外寻到一处尘封万年的上古神族藏书阁。万年尘封，竟还有如此多神族传承完好留存。阁内存放海量神族古籍、完整修炼心法、失传千年的正统心法，其中便记载着失传千年的正统法莲心诀。我与灵姬每日一同研读古籍，修炼莲心诀，虽依旧无法解封全部神力，对黑莲本源的掌控愈发纯熟。即借助极心法，修为突飞猛进，顺利进阶上仙，成为蓬莱岛公认的守护者。某日，玄龟前来禀报，海岛深处藏隐有处创世神遗留秘境，唯有身负创世并必连血脉之人方可进入。秘境之中记载着完全掌控黑白莲力的法门，还有一处创世莲台的线索。我当即与灵身前往秘境。秘之内幻境、机关、心魔考验层出不穷。心魔历练中，我经历前世所有惨剧，神境覆灭。阿言，好好活下去。你守护的三界满是背叛与猜忌，根本不值得付出一切。不如随我一同毁灭现有三界，重新你的三界，执行打造只属于你的世界。力量的本意从不是毁灭，而是守护。黑莲之力净化全部心梦幻象，幻境彻底消散。我们顺利抵达秘境最深处。秘境中央矗立创世神石像，石像手中捧着一卷卷金色古籍。我上前取阅，书中既完整创世莲心诀，还附带创世神留下的话：并必莲生，黑白同源。黑莲非恶，白眼非善，善恶只在人心。唯有常怀苍生，方能执掌三界平衡。古籍最后一页，标注创世莲台的准确方位，当年神境崩塌的虚空废墟之地。除此之外，藏书阁内还存放神父当年遗留的手记，完整记录神族覆灭全部真相，并必双莲的终极宿命。就在我细细研读手之时，三名蒙面刺客闯入秘境，目标直指我的性命。灵姬挺身人后，
独自缠斗3名刺客，渐渐落入下风。远隔万里的若弗依靠双生连心玉感知得到我遭遇致命危机，当即带领神族郡撕裂虚空都瞬息赶来。他抬手放出一道浩荡荡白莲净光，白光扫过，3名刺客体内魔气尽疏散，当场失去反抗之力。全是受水族族长老胁迫行事。被净化后的3名刺客原来受水族长老的胁迫，他是天地残存旧部，所作所为，全是为了搅乱新生3界，伺机夺权。姐姐当即传令召集3界各族长老齐聚此地。姐姐目光落在水族长老身上，眼底寒气翻涌。你捏造谣言污蔑神族传人，又私遣刺客行凶害人，即日起革除你的长老身份，废除全部修为，永世流放蛮荒之地悔过。话音落下，一道纯白莲光自姐姐指尖射出，废掉水族长老全部修为。其余各族长老羞愧万分，纷纷向我致歉，恳请我重返神界执掌3界律法。恰逢此刻，西方天际流光漫天，彩云自动分开，凡佛真身现世。预言：至暗与至洁本无分别，善恶皆由一念心生。黑白联立的真谛，你已然看透。伴随凡佛话语，当年破碎消散的神界残块自虚空各处聚拢，石阶层层铺展，云雾翻涌王绕，一座完整拼接成型，金光万丈的神界大门缓缓开启。有梵佛出面作证，天界各族再也无人质疑我的本心，所有流言彻底消散。凡佛亲自见证，3界重新划定稳定格局，天界执掌名声教化，礼乐正练，新的3界秩序正式确立。凡佛亲自见证，3界重新划定稳定格局，天界执掌民生教化，礼乐政令。比翼鸟族长多年痴心守候，此番平定乱世，若弗终于被他长久不变的真心打动，在重建完成的神界举办盛大婚礼。为稳固神族根基，我与姐姐一同踏上寻访神族12神器的路途，走遍3界名山大川，先后寻回开天斧、斧身符文、斧光，劈开混沌，寻回一件神器，神界本源力量便强盛1分。寻找最后一件至宝创世莲台途中，我们遭遇灭世魔阵残留的强大魔孽，唯有一战方能前行。我与姐姐双联合一，催动12神器合力，震！彻底根除世间最后一处魔孽隐患。创世莲台归位神界核心，天地灵气恢复上古鼎盛满准，大批新生代神族陆续觉醒血脉，神族彻底复兴。我与姐姐在神界开设莲华仙宗，广收3界心怀善念、有志修行的弟子。灵机拜入莲华仙宗，潜心苦修，修为一日千里，成为神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执法长老。我的3个孩子渐渐长大，长子新代帝萧念尘聪慧仁厚，体恤各族百姓，深受3界爱戴。2位公主活泼灵动，常年跟随我修习神族联系法术，小小年纪就能自如催动莲火净化浊气。望着3界各族安居乐业，再无战乱纷争的祥和景象，我终于读懂神父当年留下的话语：黑白相生，善恶同源。力量从不是用来称罚毁灭，而是守护苍生的仪仗。